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， 我们今天来开箱这一台很巨大的斜杠机。我收到这台的时候就有点惊讶哦，非常的大台，而且很重哦。那这是前一阵子LG在台湾刚推出的，那这台有32寸。那什么是斜杠机呢？就是它可以非常多功能的应用。那在产品类别的部分的话，LG是把它归类在智慧显示器也就是 monitor 啦，就是我们一般用的电脑显示器里面。然后这里面有它的说明书，就是警告书，就是像你说不能怎么用这样子哦。那这里面有很多箱，这里面有超多箱的哦，我们一一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慢慢的把它组装起来。先把它拿起来，这个很重，我先从轻的开始拿好了。打开看看，螺丝钉、USB 的转换头、HDMI 线、电源线，遥控器，然后变压器、电池蛮贴心的，就是遥控器有附电池。这个真的超级无敌重。好，除了这大箱以外，还有里面还有一小箱。这个好，我们先来开这箱不小的东西哦。那斜杠机到底是什么呢？它其实大家如果在前几年有看过 LG 推出的闺蜜机的话，它其实就是跟闺蜜机有一点点相像。那它跟闺蜜机的差别在哪里呢？闺蜜机是有内建电池的，那这个斜杠机呢是没有内建电池的。它差别大概是在这边哦。然后斜杠机呢，因为它是 monitor 的使用情境，所以它的萤幕是比较大的。这个萤幕有到32寸哦，所以一般来说，大部分的萤幕使用应该都是够用的。好，来，果然这边有一个非常重的东西。这个有够重，就是它的底座。为什么底座这么重呢？因为上面的萤幕也不轻，所以它必须要够重，才有办法去做比较好的平衡哦。然后它底下有1、2、3、4、5个轮子，它应该是蛮好滑的啦。我这个蛮好滑的呢，这踩上去可以当滑板吧？不行。然后接下来也有一个庞然大物。这个支架看起来很勇猛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转角地方有一个保护，先把它拆开来，相对来讲方便这会弹起来，吓死我了，难怪它用这个固定住。好了，千辛万苦终于把这只拆好了哦。底下呢就是连接底座的地方，然后这边会有一条连接线就是电源的供应线。那这电源供应线呢，就是要连接到这边那上面的电源线，那这电源线就是直接插到萤幕上了。接下来换这一箱，我们开完之后再一起组装哦。这箱我想应该就是萤幕本体，它就是萤幕本人，其实还蛮薄的就是跟一般电视的设计其实有一点点相像。然后背后这边呢有电源HDMI USB-C。然后这个中间应该要连接支架的地方，这个遥控器中间就是有滚轮滑鼠的设计哦。那这个其实一般就是在 LG 的电视上比较高级的旗舰级的电视上一定都会有的一个装置，就是滚轮滑鼠，这个超级无敌好用。好，总算全部都拆完了。好，开箱完了，现在要来组装哦。底座部分它是有一个凹槽的哦，那这个凹槽看起来呢跟这个变压器大小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是这样子放进去。那这个线槽呢，它是可以把线安稳的收拾在里面，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这样压进去，延伸出去哦。那另外一边呢，当然就是接电源，电源就是这样子把它接上去就好了。但我觉得奇怪，这个地方应该要一个护盖才对。然后它藏在箱子的底下哦，所以它有一个护盖。而线走完的时候呢，接下来应该是要把这个支架安装上去。
能把这个支架装上去之后呢，这样就完成了走线。现在把这个螺丝先锁上去，这个是唯一需要动到工具的地方。这个螺丝一定要锁，因为它需要承受萤幕的重量。哦，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磁铁的设计，所以它旁边这个也是有磁铁，所以扣上去之后，它会稍微的去把它吸紧。所以你要去听到扣扣扣扣4个声音就可以了哦。好，接下来把萤幕装上去，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人要去做会稍微难一点点的，但我慢慢来试试看。好，其实要一个人装上去，好像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啊。先把上面这个扣上。上面扣进去之后，稍微扶一下哈，底下这边有一个卡榫，这边有一个卡榫，压下去之后推进来，放开，卡进去了。那最后呢，就把这个电源线接上去，其实就完成了，就完成所有的组装。好，那现在完成组装了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能力哦。刚刚有说了，它左右摆头没有问题，它可以旋转也没问题，好，旋转就变这样子。然后它可以往下压，刚刚是因为没有配重，所以它会弹起来，所以现在有配重之后，它就是整个会去卡住哦，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所以最低呢可以到我们坐着蹲着这么低都没问题哦。那萤幕也可以摆成直的，摆成横的，摆成斜的都没问题。那只要把电源线接上去就完成了。那这个推真的是很好推，这是4处都可以用，而且这个32寸的萤幕真的是有够大的。好，那现在开机了，它在使用 WebOS。WebOS 其实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作业系统。那现在陆陆续续在其他品牌的电视，非 LG 电视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到。不过当然就是 LG 本身出的电视或是萤幕，它的 WebOS 用的就是最新的、最先进的哦。好，那现在第一次开机，它还在 low。好了，那其他部分呢，就会等我们日后的评测部分就会开始再进行了。好，那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开箱内容。总之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